你根本不知道这个女人有多好色。她丈夫为了防止被偷家，竟然直接在家中安装了7个摄像头。他对象特意在家里安了7个摄像头，是专门为了看着他。可千防万防，还是没能防住美艳小娇妻那如狼似虎的欲望。丈夫不在家的这段日子里，妻子在村里给丈夫结交了多位侧房，上到60、70岁的帅大爷，下到20多岁的小鲜肉。然而这众多侧房中，总有那么几个不懂事的想独得恩宠。那问题来了，这个小娇妻究竟有何魅力呢？大家好，我是曼曼，今日讲述夺命的欲望。2018年10月28日，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宁城县，这天是颜亮儿子的满月酒。重男轻女的老颜早在1周前就开始张罗，可这天酒席进行到一半，颜亮还是不见父亲老颜的身影。于是他带着满腔疑问，连忙给老父亲打去了电话，可电话竟然显示关机。随后由于酒宴太忙，颜亮也没来得及去寻找父亲，只以为他是有什么事儿耽搁了。等酒席一结束，他便连忙来到独居老父亲的家。可谁成想，父亲家大门紧锁，于是他便拿出之前父亲交给他的钥匙，打开了房门。不出意外，父亲没有在家询问周围邻居张大妈后，张大妈告诉他已经2天没看到老颜了，别说还怪想他嘞。听到这话，颜亮顿感不妙，连忙跑到警局报了警。接警后的警方立即呜儿呜儿呜的赶往了老颜家。可当民警进入老颜家时，只见屋内整齐，门窗完好，没有被撬动的痕迹，财物也没有丢失，看上去正常的不能再正常。因此警方推断，如果老颜真的失踪或者遇害，老颜家应该不是第一案发现场。于是民警对颜亮进行了询问，然后得知26号是他和父亲的最后一次联系。那天父亲说要和同村的徐叔去喝酒，之后父亲的电话就打不通了。得知这一线索后，警方立即找到小颜口中的徐叔了解情况。徐某称因帮老颜张罗了孙子满月酒的事，所以26号晚上，老颜为了表示感谢，便提着酒肉来他家小酌了几杯。但是喝到晚上9点多，老颜就回去睡觉了。对于老伙计的失踪，他也觉得万分难过，但2人是穿同一条开裆裤长大的，所以他绝对不会害他的。虽然老徐讲得很是诚恳，但是警方还是抱着怀疑的态度进行了秘密调查。经调查得知，老徐平日里为人忠厚老实，从不与人结怨，而且26号当晚2人都喝了很多酒，老徐都醉成老徐了，所以喝完酒根本没有杀人的能力。随后民警根据调查到的信息调取了10月26号的监控录像，想要寻找些蛛丝马迹。可让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，老颜家到老徐家的这段路都是小路，根本没有监控，因此警方也无从调查老颜之后的行踪。老颜就像是凭空消失了，谁也不知道他到底去了哪里。就在警方愁得嘴角起泡时，老徐竟在29号一大早来到了派出所。他表示自己想起了一件事，那就是在他与老颜一起喝酒时，老颜曾一脸骄傲地称自己有一个如花似玉的相好。当时自己听到这话，还没当回事地嘲笑他，一把年纪了，软件都不能硬化，还有相好，人家是图你男人味，还是图你退休金？听到这话，老颜当时就不乐意了，称别看我今年55，其实我身强体壮似老虎。说着还拿出电话打给了他的老北鼻，称小乖乖，我一会儿喝完酒就去找你，你把被窝给我捂暖和了。之后老颜就消失了，他也不知道他究竟是回家了，还是去找了他的老北鼻。当警方询问这名女子的信息时，老徐表示自己也不清楚。于是民警立即调取了老颜的通话记录，很快就查出他是隔壁村的村花杜芳，年龄58，但是长得就像一朵花。发现这个人生活作风不是很好，因为他成家了，他对象呢常年在外打工。邻居或者是其他一些人就都反映杜芳生活作风不正，而且与很多男人可能都有染。了解到这些情况后，警方立即将杜芳请到了警局喝茶。警局内，杜芳表示他确实与老颜处过朋友，当晚老颜的电话也确实是给他打的，但那晚打电话他是想与老颜分手的，因为老颜已经是个老头，实在满足不了自己。可老颜认不清自己的定位，非要死缠烂打，还说晚上要来找自己。可那天晚上等到12点也没等到老颜过来，于是便直接睡了过去。为了证实杜芳的话，民警也来到了他的家中。
可让民警万万没想到的是，杜芳那在外地做牛马的丈夫，为了防止妻子给他戴绿帽，竟在家中安装了整整7个摄像头。民警通过调取杜芳家中的摄像头，发现10月26号晚上7点多，一名男子曾来过杜芳家，待了3分钟便离开了。晚上11点左右，男子再次进入了杜芳家中。之后不久，老严也出现在了监控中，然后就再也没有出来过。在调取监控时，民警还发现了非常可疑的一点，那就是杜芳家的监控有4个小时的缺失。技术人员检查后发现，监控设备没有出现故障，当天晚上也没有停电，那显然是有人故意关闭了监控，是谁干的呢？这么做的目的又是什么呢？于是警方再次找到杜芳，此时他又改变了他的供词，称当晚老严确实来过他家，但2人就是为了商量分手的事，商量完老严也就走了，至于去了哪里自己也不清楚。好家伙，这是把臭宝们当猴耍呢，难不成7个监控都是摆设不成？不过慢慢觉得对咱们民警肯定不是摆设，至于她老公那可能真就是摆设，毕竟杜芳养护草坪时那监控可都是坏的。很快民警就查明了监控中3分钟男子的身份，他名叫高占宇，是附近村庄的居民，也是杜芳池塘中的一条小鱼。从监控视频来看，老严进入杜芳家中后就再也没有出来，那他很可能已经下去给阎王打工了，而这个高占宇就是凶手。于是警方立即前往高占宇家，对其实施抓捕。被捕后，他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。那问题来了，他为何要杀害大自己30岁的老严呢？据高占宇供述，他和杜芳是在2年前认识的，当时他突然发现自己的妻子火车脱轨，于是大吵一架后便离了婚。被婚姻伤透了心后，他便开始借酒消愁。有天心血来潮的他想通过网络排忧解难，于是便通过摇一摇，摇到了知心大姐姐杜芳。原本只是想单纯的聊聊天打发下时间，可谁成想杜芳她不按套路出牌，没聊几天便约着见面。刚刚离婚又格外空虚的高占宇答应了这次见面。见面后2人便进行了一番深入交流，然后发展成了恋爱关系。他比我大9岁，可是我感觉到他有时候就像个小孩，我就喜欢一个能对我指望直白白胖胖的一个。在交往中，她得知杜芳有丈夫还有2个孩子，也知道杜芳同时交往着很多个男朋友，但她并不在意，甚至开始憧憬着跟杜芳的未来，想要与其结婚，但杜芳多次表示拒绝。也多少人劝过我，可是我真是无语，就是我非常喜欢他，我真是放不下的。直到半年前，高占宇撞到老严正在和杜芳研究隧道勘探，于是他便怒气冲冲地警告老严，让老严离杜芳远点。老严也是个炮仗，一点就炸，直接称管你屁事，又不是你老婆。2人因此结下了梁子，相互把对方当成了情敌，都恨不得有一天能杀了对方出气。之后为了守护自己的爱情，高占宇几乎天天在杜芳家门口守着她。2018年10月26日晚上，高占宇刚刚和杜芳探讨完生命工程，就被杜芳催着赶紧离开。高占宇一开始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，等回到家才发觉出不对劲，10分钟有12分的不对劲。要知道往常他都是半夜才走，怎么今天这么早就赶他离开？莫不是约了老严吧？于是他又偷偷返回了杜芳家，躲在厨房里，准备等老严来的时候给他个教训。到了晚上11点，他正百无聊赖地玩手机时，突然一个黑影走了过来，定睛一看，这不正是老严吗？还没等他出来，老严就一下来到了他面前，趁他没有防备，死死掐住了他的脖子，一边掐还一边威胁高占宇跟杜芳分手。高占宇也不清楚老严是怎么发现他的，但老严的举动也是彻底激怒了高占宇，于是体壮如牛的他反手给了老严一个大逼兜，将他打倒在地。上了年纪的老严哪里是高占宇的对手，没一会儿就断了气。之后害怕给心爱的女人惹上麻烦，他便瞅准时机让杜芳关了监控。平日里高占宇过来，杜芳都会关闭监控，所以这次他也没多想。趁监控关闭的这段时间，高占宇通过电动车将老严的尸体运到了附近的沙场，并埋了起来。最终警方在高占宇家中找到了这辆电动车，也在沙场挖到了老严。案件自此真相大白。我是曼曼，我们下期见。